这个嚣张至极的男人，就是在香港只手遮天的武义探长雷洛。和他横眉冷对的年轻男人，正是他还未相认的亲生儿子。书接上回，雷洛从一个为了混口饭吃加入警队的戴帽子巡警，一路开挂成为黑白两道通吃的大探长。到了50世纪末，雷洛和宿敌严童油监区探长之争逐渐进入白热化。严童忙于四处奔走，勾结拉拢毒贩大佬，雷洛则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务求知己知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昔日爱人阿霞携质子出现，雷洛后半生的故事也拉开了帷幕。阿霞刚从东莞偷渡过来，带着儿子在一家藤漆厂做工，母子俩吃住都在厂子里。雷洛问起了阿霞的丈夫，阿霞表示儿子名叫雷用贤，他这辈子也只跟一个男人好过。雷洛没想到这个孩子竟然是自己的，他也不敢想阿霞孤儿寡母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。雷洛激动地抱住雷用贤，又不得不满怀歉意地告诉阿霞自己已经结婚了，7年不是7个月，更不是7天。阿霞早就猜到雷洛大概已经有了家室，但雷洛也没打算逃避责任，他知道应该怎么做。警局里，混混武克平因为抢劫银行被抓，严刑拷打下仍不肯供出同伙。雷洛亲自和其谈判，银行被抢1万块，4个人分武克平最多也只能拿到3000，但如果他的兄弟们知道阿平被抓，拿钱跑路也不是不可能，到时候武克平牢底坐穿也就罢了，钱也打了水漂，何苦来哉？雷洛表示，如果供出同伙就给他5000块，到手的才是自己的，何必去想那不知道在哪的3000块？武克平却坚持要讲兄弟情义。你省省吧，我跟弟兄们斩过鸡头，歃血为盟。言外之意大概是那是我情同手足的兄弟，要我出卖他们得加钱。雷洛开始1000的加价，一直加到1万块。武克平明显有些动摇，他们冒险抢银行也不过才抢了1万。雷洛开始打心理战，表示再不说就要开始倒扣。这一招把武克平拿捏得死死的，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了。他急忙喊停雷洛：“够了，长官，你不要借故一扣再扣的。”雷洛调侃武克平的顶天立地人设只值1万块，又表示自己一口唾沫一个钉子，说话绝对算数。武克平很快供出他们的头是大烂财，可见雷洛手段高明，能走到今天除了贵人相助，他自己也有几分本事。猪油仔一直紧盯着严童的动向，向雷洛汇报他最近买了很多人头杯案子，为了提高破案率不择手段。这种没品的事雷洛不屑一顾。猪油仔向他引荐了一个叫阿明的人，阿明是油麻地庙街长大的小混混，也是猪油仔的拜把子兄弟，他消息灵通，办事信得过，应该能帮上雷洛的忙。雷洛表示自己需要一份油监区所有捞家和大哥的名单，捞家就是只靠捞偏门发财的人。除此之外，雷洛还要知道油监区所有涉及黄赌毒生意场所的幕后老板。他拿给阿明4000作为经费，要求他在1周之内务必提供详实的情报。另一边，严童拿着四处筹来的300万行贿洋鬼子上司，上司满意的表示这个位置非他莫属。严童不止打点了直属上司，还在半岛酒店的地下室举办了酒会，找了些女明星作陪，邀请10几位洋人上司饮酒作乐，钱和色权都是他行贿的工具。雷洛的下属们表示可以有样学样，以毒攻毒。打趣的说，既然严童给老外们1人1个女人，他们就能给1双，没有哪个男人不想要其人之福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雷洛的心思也活络起来。和白月长商量过后，打算把阿霞娶进门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猪油仔陪着阿霞置办喜服。谁料这时港英政府却宣布废除大清律例，即日起实行一夫一妻制，违反者会被视为重婚罪或通奸罪，还要求雷洛这样的公务人员要做出表率。娶阿霞进门一事自然也就落了空。白月长带着礼物上门探望阿霞，此前他心里多少有些芥蒂，认为阿霞是他和雷洛之间的第三者，这个想法却在见到阿霞后改变。阿霞带着雷洛的家传玉佩，他们之间也是真心相爱过的，可惜命运弄人，这才造成了如今的局面。白月长的体贴反而让阿霞心生愧疚，他也无法容忍自己成为别人感情的第三者，于是便带着孩子远走他乡。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留下雷洛的家传玉佩以及那件新做的喜袍，另附一封诀别书信，将两人隔开在天南海北。雷洛怅然若失，猪油仔上前安慰，但他显然不太会说话，直言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雷洛一瞬不瞬地盯着猪油仔，最后岔开话题询问严童的近况。猪油仔支支吾吾地说，严童勾结白粉头子筹了300万买探长的位子，而且已经和那些捞家们谈妥，事情恐怕无力转圜，已成定局。雷洛闻言气不打一处来，他不相信命运这一说，也不认为自己会是那个输家，于是便决定动用所有资源跟严童斗到底。这也是第一部里陈探长交给雷洛的东西。岳父提点雷洛，一条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。洋鬼子处长的老婆是个赌鬼，常常在赌桌上豪掷千金，一输就是几十万。岳父还表示钱不是问题，自己全部身家都可以借给雷洛去赢这局。得到岳父的支持，雷洛很快便在赌场搭上了处长老婆，又是送钱又是送首饰，希望他能帮忙转交一个重要的报告，还提醒务必向处长说明重要性。报告顺利送到了处长手上，不久后严童如愿当上了油监区探长。
而雷洛则一跃成为华人总探长。顾名思义，所有华人探长都受他管辖约束。严童脸色大变，费尽心思却还是被雷洛压了一头。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坑不够自然就要现挖。这个新职位显然就是为雷洛挖的那个坑。花了300万成功变成雷洛的小弟，严童再不满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，面上堆笑上前祝贺雷洛高升。上任后，雷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港推行自己的收规费标准，将所有厂子都进行统一管理、统一收费，严厉打击不受管控的私人场所。雷洛预计全港每日能收到58万规费，这些钱按照比例分配，分配方法尽量平衡大部分人的利益，包括各辖区的底层警员。这种分配方式无疑是从严童口袋里抢钱，因为他所在的辖区收到的规费占比最大，最后分到的钱却和其他探长一样多。原本他到油尖区就是为了捞油水，结果雷洛直接将油水平分，这下最满意的无疑是规费收得少的辖区。人在屋檐不得不低头，严童的状态诠释了什么叫做强颜欢笑。经过整治，全香港只剩4家白粉商，其中最大的要数占据绝对地理优势的跛豪。雷洛有心扶持，跛豪也十分懂事，放话只要自己赚了钱就少不了雷洛那一份，还表示以后凡事只要他开口，出人出力都义不容辞。雷洛整肃偏门秩序，和各路大佬们一团和气合作共赢，就连街上的治安都好了很多。小混混们甚至还自觉将警民合作挂在嘴边。雷洛一时间风头无两，如日中天，有人得势就有人失势，严童的影响力一落千丈，部分地头蛇甚至拒绝付严童规费。他对雷洛更是怀恨在心，于是便找了因为粉档整治没有生意可做的老虎蟹，二人准备合谋除掉雷洛。老虎蟹让严童等着自己的好消息，严童声明会罩着老虎蟹，但出了事和他没关系。老虎蟹则拍着胸脯再三保证不会出事。老虎蟹找到欠了高利贷的火麒麟，许诺好处后买通警局的刑警小胖，让他随便找个罪名将火麒麟带进警局。火麒麟被关进牢房后，小胖给他留下了钥匙，接着将值班的警察们叫到一起赌钱。火麒麟趁着四下无人打开了手铐，从马桶水箱拿出了事先藏好的手枪，接着便直奔雷洛办公室。这时白月长来给雷洛送夜宵，发现警局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便好奇地询问雷洛。说话间，火麒麟面色不善找了过来，白月长急忙扑倒雷洛，反应过来的雷洛开枪打伤了火麒麟的肩膀，正质问他幕后主使是谁，小胖出现一枪击毙了火麒麟。面对雷洛质疑的眼神，小胖神色有些不自然。翌日，他急匆匆赶到警局，称自己的家被搬空了，老婆孩子也不知所踪，这一切自然是雷洛的手笔。知情的警察们调侃要先查清刺杀雷洛的案子，才能帮忙找他的妻儿。小胖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，只能供出买凶杀人的老虎蟹。雷洛的人很快来到老虎蟹藏身的码头，得到消息的严童也赶了过来。老虎蟹东躲西藏，逃脱追捕，看到严童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，只是他没想到这个好哥哥不是来救他，而是来杀人灭口的。严童眼睛都不眨一下干掉了老虎蟹，他是懂不留后患的。线索中断，不过雷洛也猜得出杀人灭口的多半就是严童，毕竟全香港最想要他命的人就是这位。雷洛找到正在上厕所的严童，严童一个机灵差点尿歪。雷洛试探地提起严童的好兄弟老虎蟹，严童急忙撇清关系，表示两人只是认识，扯什么兄弟长兄弟短的。雷洛自然不可能相信他的话，严童则继续阴阳怪气地表示雷洛如今风头正盛，没人会动也没人敢动，完全不需要杞人忧天。雷洛皮笑肉不笑地回应了严童，我想问你，以我们的面相，谁会比较长寿？你五官端正，谁比得上？你一定比我长寿，对不对？你的面相既然没有我好，做事小心点。我也希望你长命百岁。雷洛是懂说话艺术的，一个变脸更是狠狠警告了严童。到了60年代，雷洛纵横黑白两道，只手遮天，风光无限，其财富也在不断积累，顺风顺水到连洋人都跟着拜起了警局的关公，好像拜过同一个神就能走一样的路。猪油仔收规费收出了个贸易公司，做事情也方便了许多。他拎着一箱钞票堂而皇之地走进警局的反贪污部，接着挨个给警察们分赃，这一幕可谓十分讽刺。雷洛手握权柄，不管是拍马屁的还是求上门办事的都络绎不绝，昂贵的礼物更是流水般送进他家。岳长为雷洛诞下3个孩子，猪油仔则尽心尽力帮忙打理着雷洛的公司，经营范围更是扩大到房地产和物流。雷洛如今钱权在手，后继有人，达成了大多数人的终极梦想，堪称科教书级别的人生赢家。不久后，伦敦调来一位新的警务处长，他表示自己没来时就听说过香港的繁盛，但来了以后却了解到香港实际上是滋生罪恶的摇篮。新处长立下政治目标，要坚决打击消灭黄赌毒灰色产业，还让雷洛做表率铲除这些毒瘤。雷洛面上答应，心里却十分不痛快，挑衅般找借口提前离开，其嚣张程度可见一斑。大会开完开小会，雷洛和一众左膀右臂商量应对之策，他让众人马上通知所有厂子，明天开始停业10天，警局这边要来个大扫荡，期间不听话的开一家抓一家，
不留余地，不讲任何情面。猪油仔认为姿势体大，沾黄赌毒的哪一个能挨得了10天？还有那些靠场子吃饭的混混，如果强行封杀压制，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抗情绪，到时候一定天下大乱。雷洛却表示，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他要的就是乱，乱给新处长看，让他知道秩序被破坏的后果。如雷洛所料，10天里小混混没了营生，瘾君子没了食量，蝇虫也没了消遣，违法犯罪数量直线飙升，警局挤满了报案人员，香港治安空前混乱，市民们怨声载道。紧接着，雷洛利用报纸对新处长进行了口诛笔伐，指控他决策失误引发混乱。新处长暴跳如雷，认为雷洛办事不力，让警局颜面扫地。雷洛坐在新处长对面，他姿态嚣张，丝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，表示按照处长的意思，正在举全港警力除3害，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手去管这些案子。新处长认为这不是理由，雷洛十分认同，这确实不是理由，而是事实。新处长无计可施，雷洛提议只要暂缓除3害，把人手抽调回来加以运用，他就能保证半个月内控制事态，天下太平。不等新处长考虑，雷洛便再次借口离开，让新处长想好以后给自己打电话。两人的态度和言行举止一度让人分不清谁才是老大。不久后，英国高官加达和助手比尔莅临警局的周年酒会，据说这位加达先生是来接管反贪污部的。雷洛早早就打听到了小道消息，加达却表示反贪污部门本身就很腐败，他打算设立一个新的部门，用来监管大小官员，真正做到反贪污防腐败。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加达先行离开，雷洛有了危机感，他叫住加达的助手比尔，问他为什么要帮洋鬼子做事。比尔义正言辞地说，如果他稍微有点正义感，香港就能成为真正的乐土。雷洛嗤笑一声，十分不屑。某种意义上，雷洛已经变成了香港的秩序。比尔面对眼前这个杀伐果断的风云人物，却丝毫没有惧色，这让雷洛觉得他很像年轻时的自己。只不过当初那个正直的屠龙少年，终于还是变成了恶魔。雷洛询问比尔的名字，邀请他为自己工作。比尔留下一张名片，便转身离开。雷洛瞥了一眼名片，发现上面赫然写着雷用贤3个字。原来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子，竟然是自己的儿子。雷洛急忙转身，人群里却已经没了雷用贤的身影。猪油仔告诉雷洛，阿霞已经回国近1年，当年他带着儿子远渡重洋，靠帮人洗衣服赚取微薄的收入，即使如此，却还是拼命将儿子养大，供他读完大学。雷洛心里五味杂陈，他在剧院见到了两鬓斑白的阿霞，阔别许久的重逢让二人百感交集，潸然泪下。还没来得及好好叙旧，雷用贤便冲了进来。他对这个便宜爹实在没有好感，认为他不仅害了妈妈，还是社会的蛀虫，并发誓要亲手逮捕雷洛。本就身体不好的阿霞，因为父子俩的争执急火攻心晕了过去。雷用贤对雷洛怨怼更深，两人手忙脚乱把阿霞送到了医院，接着又因为探视问题在病房大吵一架。猪油仔帮腔雷洛，雷洛却担心吵醒阿霞。你先听我说，你先听我说。你想想，阿霞醒了听见我们这么吵，会很伤心的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好好照顾你爸，要是有什么事，别以为我会放过你。雷洛知道雷用贤一时半会儿还无法接受自己，便让猪油仔帮忙看着母子俩，有事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自己。与此同时，洋鬼子们成立了廉政公署，并且不遗余力地打击雷洛，用政治手腕分散雷洛手里的权力，将总华探长增加到4人，同时明升暗降，把雷洛派去了2线。雷洛意识到是时候激流勇退了，他向上级申请了提前退休，很快便得到了批准。雷洛认为廉政公署似乎并不只是做做样子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香港的天似乎要变，大势所趋。雷洛劝几个兄弟没什么事就尽早抽身跟自己一起走，但他们显然还没意识到已经行至末路，言外之意并不打算离开。雷洛让猪油仔把资金全部调到加拿大，剩下的产业该卖的就赶紧卖掉，办妥后就马上跟自己到加拿大去。猪油仔相信雷洛对大局的判断，也愿意跟随他的决断，只是其他2个兄弟却还是不愿意离开。雷洛表示如果不走迟早会被抓，吩咐猪油仔再去好好劝劝他们。另一边，严童和雷洛斗了半辈子，总算扬眉吐气荣升总探长。他和同事们在夜总会寻欢作乐，不料当初死被他灭口的老虎蟹小弟虾头找上了门，要为自己的老大报仇雪恨。被枪指着的严童抖如筛糠，眼珠子一转便把脏水泼到了雷洛头上，告诉虾头是雷洛害死了老虎蟹，自己赶过去帮忙却晚了一步。严童还表示知道虾头报仇心切，如今自己高升，不仅能帮他干掉雷洛，还愿意拿200万给他用。严童给的实在太多，不管真话还是假话，虾头都信了。此时阿霞也已经病入膏肓，他希望自己死后雷用贤能放下芥蒂，和雷洛好好相处。雷用贤内心十分矛盾，他曾一度渴望父爱，却也憎恨没有尽到父亲责任的雷洛。如今2人的价值观又背道而驰，想冰释前嫌谈何容易。雷洛的退休宴上宾客满座，热闹非凡，老队头严童也来到了现场。明争暗斗了许多年，
雷洛对此早已厌倦，他真诚地希望今晚过后两人之间的恩怨能够一笔勾销，还准备向严童敬茶道歉。严童忙假惺惺地表示，既然雷洛都这么说了，一笔勾销就一笔勾销。不一会儿，猪油仔匆匆赶来，告诉雷洛阿霞病情恶化，恐怕挺不过今晚。雷洛心里一惊，向白月长说明情况后，嘱咐他照顾好客人，接着便和猪油仔一行匆忙离场。猪油仔觉得雷洛的车子有些打眼，保险起见便邀请他坐自己的车，也正是这一举动救了雷洛一命。几人刚坐上猪油仔的车，雷洛的车子便发生了爆炸，路旁的绿化带冲出一群人，二话不说便朝着众人开枪射击。好在雷洛一行闪得够快，侥幸逃脱。第二组杀手很快就位，他们换上巡警的衣服，守在路口。但警觉的雷洛自然不会傻到送上门，中途便下了车，并打电话通知宴会上的伙计，安排好人守候，赶往医院。雷洛大腿中枪，为了尽快见到阿霞，也顾不得自己的伤势。雷用贤注意到了地上的血迹，他沉默地走出病房，将空间留给了两人。阿霞醒了过来，这辈子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一家三口没有好好在一起生活过。雷洛连忙表示这就叫儿子进来，但雷用贤显然不打算配合，只要一面对雷洛，语气就变得咄咄逼人，脸色也十分难看。雷洛不想在这个节骨眼和儿子起争执，只是让他考虑清楚。如果你真的想在你妈临死之前，让她不能看到我们三个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的话，你可以不进去，你可以不进去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进去了，我等你，我等你啊！雷洛离开后，猪油仔和雷用贤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凡事没有绝对的对错，雷洛也并非无情无义之人，一直以来都是雷用贤在记恨着父亲，却偏偏要拿阿霞当挡箭牌，这个时候还要梗着脖子闹脾气。阿霞怕是走都走得不安心。这番话触动了雷用贤，为了让妈妈安心，他妥协走进了病房。阿霞欣慰地看着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，向雷洛要回了那枚传家玉坠，希望能以妻子的身份将玉佩传给两人的儿子。雷洛一一应允，完成心愿的阿霞不舍得闭上了眼睛，她终于还是离开了最爱的人。这时候，虾头带着人找了过来，父子俩还来不及伤心，就要被迫逃命。守在门口的猪油仔被打晕，雷用贤坚持要带着妈妈的尸体离开，雷洛却表示孝心不是这样体现的。阿霞的在天之灵更不愿意看到儿子出事，于是两人不得不放下阿霞的尸体，联手逃生。到底血浓于水，雷用贤用轮椅推着受伤的雷洛突出重围，雷洛也实在命硬，先是从轮椅上飞出去，接着又和雷用贤一起撞破玻璃，狠狠摔在地上，最后更是替儿子挡墙胳膊中弹，简直老当益壮。一番激战后，父子俩逃到了天台。雷洛知道对方的目标是自己，不想拖累雷用贤，便让他从天台先行离开。雷用贤犹豫一番后爬上了天台，那枚玉坠却从他口袋里掉了出来，不知道雷洛什么时候放进来的。雷用贤捡起玉坠，心情十分复杂。这时严童闻讯而来，他巴不得雷洛死在这里，于是便拦住了赶来支援的警察，自己拿着枪上了天台。严童在天台发现了身受重伤的雷洛，他自以为胜券在握，洋洋得意地说自己一直在等一个亲手干掉雷洛的机会，好在这20多年没白等。然而还没高兴多久，雷洛的手下便突然出现，包围了严童。这老小子和雷洛斗了这么多年，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，形势当场逆转。雷洛让众人收起枪，他一拳接一拳将严童揍得鼻青脸肿。严童却仍在嘴硬，说雷洛最多揍自己一顿出出气，又不能把他送进去吃牢饭。话音刚落，雷用贤走了出来，以廉政专员的身份逮捕了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严童。严童大骂二人警廉勾结，雷用贤却否认了他的说法。我叫雷仲贤，父子勾结。严童这下彻底栽了，看来这次雷洛又赢过了他。不久后，廉政公署开始肃清警队内贪污腐败的活动，大批警察被请去喝咖啡，探长们也纷纷落马，一切都如雷洛预料的那样。香港风云突变的时候，雷洛一家已经远在加拿大，而他也侥幸逃过了法律的制裁。几十载浮沉，雷洛绝不是个好人，但确实也算得上枭雄。